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在出租车上如何说。小美，你有没有遇到过特别奇怪的打车经历？奇怪的？怎么说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就是我明明说了地址，司机却问我别的问题。哦，不是确认地址吗？那他问了什么？他问：“您确定走这条路吗？”我当时就懵了。哈哈，这很常见啊。他们想确认路线。对呀，我以为报个地址就够了，结果不是。很多时候，司机会问你走哪条路最好。所以，我们怎么回答才最地道自然呢？这确实是个好问题。首先是去哪儿？最简单的就是师傅去，对吗？对，没错。你可以直接说出目的地名称。比如，师傅，请去北京大学。这样。完全可以。这是最基础的表达方式了。但如果遇到我那种情况，他问路怎么办？你可以说，听您的，您觉得哪条快？听您的，您觉得哪条快？这很聪明。这样司机就知道你信任他，他会选最佳。或者说，导航怎么走就怎么走吧。也可以。这也很自然，意思清楚。有时我想去一个地方附近，不是确切地址。那你可以说，去那个大商场附近。附近这个词真有用，很实用啊。是的。或者说一个地标建筑，更清楚。比如，去某某酒店，然后我在附近找。没错。还有，下车的时候怎么说呢？我常常说，停车，我要下车，行吗？可以，但更自然的可能有点不同哦。哦，是什么呢？我很好奇。一般我们会说，师傅，就在这儿停吧。就在这儿停吧，这个听起来舒服多了。对，或者麻烦您，前面路口停一下。麻烦您这个词用得真好，有礼貌。是啊，中国人很注重这些小细节的。还有结账的时候，怎么说要发票呢？直接说，师傅，请给我开张发票。开张发票，明白了，这很关键。司机一般都会主动问你需不需要发票。那如果他没问，我直接说也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很正常。这是你的权利吗？看来打车里面还有不少学问呢。是啊，光是说地址可不够，还要会应变。我下次再遇到司机问路，就知道怎么答了。记得要灵活运用，观察司机的表情。哈哈，好的，下次我要当个打车高手。哈哈，好的，下次我要当个打车高手。哈哈，高手。那遇到话很多的司机呢？哎呀，这个我还没经验，有点紧张。司机有时候喜欢聊聊家常，很热情的。我怕我听不懂他们讲的方言俚语。这确实是个挑战，但你可以多听。我上次遇到个司机，他问我来中国多久。哦，然后呢？你怎么回答的？我就直接说了，来了1年多了。这样很好啊，简单直接，礼貌得体。我还怕他们会问更复杂的问题。
他们只是想和你交流，不必太担心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他们是在表示友好。对，中国人有时候喜欢通过聊天拉近距离。我有个朋友，他遇到司机问他工资多少。哇，这个问题有点私人了，哈哈。是啊，他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。这种时候可以委婉地转移话题。比如，怎么转移呢？有什么好办法？可以说，您这车开得真稳，我很喜欢。哈哈哈，这招好，学到了，太实用了。哎，这种社交分寸是不是挺有学问的？是啊，掌握好能避免很多尴尬情况呢。那如果遇到司机绕路或者多收费呢？这种情况下，你先确认路线和价格。怎么确认呢？直接问吗？可以说，师傅，我们走这条路是吗？先礼貌地问，是避免冲突吗？是啊，中国人很注重面子，避免直接冲突。面子这个词，我在书里看过，挺有意思。对，理解了就能更好地沟通和处理。话说回来，现在支付方式也很多样了。是啊，大部分人都用手机支付，很方便。我记得有次我只有现金，司机有点为难。哈哈，现在用现金打车确实比较少见。他最后还是收了，但是找零有点慢。如果只有现金，最好提前问一下司机。怎么问比较好呢？师傅，您收现金吗？对，就这么问。或者说，我只有现金可以吗？这样他就心里有数了，避免尴尬。没错，提前沟通真的很重要。我还想问，遇到堵车，司机怎么办？司机一般会主动告诉你，或者建议绕路。那如果我赶时间，是不是可以直接说？可以说，师傅，我有点赶时间，您看呢？就用这个语气，不那么强硬。是的，给他一个选择，而不是命令。这样司机也会更愿意配合和帮忙。还有些时候，天气原因也会影响打车。哦，比如下大雨或者下雪的时候。那又是另一种情况了，下次再聊。不过说到打车，我突然想到另一个麻烦事。哦，什么事？你又遇到什么趣事了？就是把东西落在出租车上，你有没有过？哎呀，我真有。有次把手机忘在后座了。哇塞，手机啊，那肯定急坏了吧？可不是嘛，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。你后来是怎么找到的？记得车牌号吗？幸好我立刻联系了出租车公司客服。对，联系客服是第一步，他们会帮忙。但关键在于，我们怎么跟客服描述呢？首先要说清楚我把东西落车上了。然后呢？要详细描述物品吗？对，比如我一个黑色背包，里面有本书。还要说是什么时候，在哪里上的车吧？是的，我大概在3点从火车站打的车。这样客服就能更快地帮你找到司机了。有时候司机自己发现，也会主动联系。我觉得大部分中国司机都挺热心的。是啊，他们很多会把东西送回来，很棒。
我听说过一个故事，有人把钱包落车上了。真的吗？那找回来了吗？好紧张。司机发现后，特意把车开回去还给他。哇，那个人肯定特别感动。没错，所以沟通时要表达感谢，例如，师傅，真是太感谢您了，麻烦您了。这种礼貌用语能让大家心情更好。大家觉得在紧急情况下，除了描述物品，还有什么细节对找回失物非常重要呢？比如车内的特征或者司机的口音。哦，对，我都没想过司机的口音。有些地方方言很重，能提供些线索。这倒是一个很独特的观察角度啊。是的，在一些城市，方言很有趣，也实用。但如果司机听不懂普通话怎么办？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要讨论的了。哈哈，那可真是一个大挑战。我有次在四川就遇到司机说方言。真的吗？你怎么跟他沟通的？肢体语言？我就拿出手机给他看目的地的字。哦，直接出示文字，这是个好办法。但有时候目的地的名字会很相似。比如说，两个都叫人民公园的地方。没错，这时就要加上区名或具体地址。去天府新区的人民公园，这样更清楚。对，精确的地址能避免很多误会。看来在出租车上，细节决定成败。还有一个更复杂的情况，如果你遇到绕路。绕路？那怎么跟司机说才不会吵架呢？哈哈，那确实是个技术活，下次再说。哎呀，我现在就想知道答案了。别急嘛，这可得好好讲讲。快说，我下次可能就用上了。遇到绕路，直接说会有点尴尬。我是担心司机不高兴。所以要先问司机是不是走这条。比如问师傅，我们走这条路吗？对，或者师傅，去那边不是应该走另一边？这样比较委婉，不那么直接。是的，给司机一个解释的机会。如果他坚持说这条更近呢？这时可以拿出手机地图给他看。哇，又是一个手机救场时刻。哈哈，科技改变生活嘛。那要怎么说地图上的路线？就说师傅，地图上显示这条路更快。这样说，司机能接受吗？一般都会。中国人比较爱面子。爱面子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想在别人面前出错或丢脸。哦，所以给他台阶下很重要。没错，给他个机会顺势改道。我明白了，这不光是语言问题，还有人情世故、沟通的艺术。有没有遇到司机就是不承认的？我有一次在上海就碰到了。真的？你最后怎么解决的？我没和他争，直接给差评。这样下次他可能绕更厉害。哎，没办法，毕竟是少数情况。那有没有更积极的办法呢？哎，小美，现在我来考考你。考我什么？关于打车吗？如果司机问你往哪儿走，而你只知道大方向，怎么说？
可以说您看着走就好。厉害，这样表示信任司机。或者说顺着这条路一直开。很好，司机知道你是本地人。那本地人有什么特别的？司机通常不会再绕路了。哇，原来还有这种隐藏技巧。对，这也是一种文化默契。听起来很有趣，但也有点难。中国的出租车文化很丰富。我觉得我学到了好多实用的。还有个情况更让你头疼。什么？还有比绕路更麻烦的？如果司机听不懂你的口音呢？啊，这又是新的挑战了。哈哈，那可真让人抓狂啊！哈哈，那可真让人抓狂啊！对啊，口音不同真的很难。我有一次就遇到过这种事。真的吗？快说说怎么回事。我说地名，他完全听不懂。那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？我就直接给他看手机地图。哦，这是最直接的办法了。是啊，文字比声音更清楚。看来平时要多用手机翻译。或者直接把字写出来。哇，连写字都要会了吗？有时真的很管用，特别管用。这种沟通方式很有趣啊。中国字本身就是一种信息。你是指它有画面感吗？对，每个字都有它的意思。那比单纯的声音好理解。没错，尤其面对不同口音。所以汉字是解决之道啊。可以说是应急的好办法。除了看地图和写字呢？你觉得用手势比划有用吗？应该也会有一点帮助。比如指方向，左右或者前。哦，加上肢体语言更形象。对，这也是一种沟通艺术。司机更容易明白你的意思。但是不能太夸张哦，哈哈。哈哈，那会吓到司机的。还有一种情况，你注意过吗？什么情况？我很好奇。有些地方的司机说话很快。哦，语速快，确实听不懂。那就不是口音的问题了。那是反应速度的问题啊。对，很多时候大脑跟不上。你有没有被司机问懵过？当然有啊，我常常会发懵。哈哈，感觉很无助是不是？简直是，只能说听不懂。那司机怎么办？他会理解吗？大部分司机会放慢语速的。哇，这还好，算是友好的。但也有司机直接放弃沟通。啊，那不是很尴尬吗？是啊，所以学会求助很重要。比如，除了听不懂，还有啥？还有，您能再说一遍吗？下次我们得聊聊更复杂的。是啊，比如问路要怎么说？对，说不清楚就麻烦了。师傅，请问往哪儿走？这样问是不是太简单了？也可以说，请您走这条路。万一他走错了怎么办呢？那就得礼貌地指出错误。师傅，是不是走错了？或者这边好像不太对。这种时候心跳会加速的。
是的，心里有点小紧张。司机师傅会不高兴吗？一般不会，他们很理解。如果想和司机聊天呢？哈哈，这更需要技巧了。他们有时会问很多问题。是啊，比如你从哪来？来中国多久了也很常问。这时候就要准备好答案，不能只说听不懂了。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。用简单句子交流就行吗？对，语速慢一点就可以。感觉像是在考试一样。哈哈，就像是一场挑战。但也是很好的练习机会。是的，能快速提高口语。那在下车时怎么说呢？师傅，到前面路口停。或者麻烦停在那个门口。还可以说就在这里停吧。谢谢师傅，您辛苦了。这几句都很常用又礼貌。今天学到好多啊。这些都是坐出租车必备。感觉学中文很有用呢。能够拉近和当地人距离。对，也能更好地了解文化。没错，是很有意思的体验。看来下次可以多聊几句。看来今天我们聊得很尽兴。发现出租车学问真不少。大家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？最常用哪句中文来交流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。我们很期待听到你们的故事。下次我们聊聊餐厅点菜吧。看看如何点到自己想吃的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期待下次和大家空中相会。